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从餐馆服务员到精英女神，她对儿子有愧疚。你知道的，我一切靠自己，我多么努力，付出多少汗水，才在圈里有今天的位置。你怎能忍心让我失去所有，去做家庭主妇？赵丽颖，2022年6月20日，网上的一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有蹲守横店的记者发现了冯绍峰进了一家私人会所，没想到跟拍之后，赵丽颖也出现在了镜头里。2个小时后，赵丽颖和朋友们先行离开。5分钟后，冯绍峰也从会所出来。自从2021年2人平静离婚后，很多粉丝和影迷都表示希望看到他们复合。这次的照片一出来，求复合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很多人知道赵丽颖出身普通，能在娱乐圈有着如今的地位，靠的全是努力和实力。与冯绍峰在剧组定情，后来走进婚姻，他们也曾相爱过，但用心血换来的东西，怎能轻言放弃？就算是婚姻，也不能让他放弃事业。可不放弃事业，他的儿子就成了他心里最大的亏欠。01不知愁的我也渴望外面世界。1987年出生在河北廊坊的赵丽颖，有位做基层民警的父亲，还有位做售货员的母亲和一个小他6岁的弟弟。因为父母的工作没有太多空闲，她自小被生活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带大。赵丽颖是个很有想法又很有行动力的女孩。看《还珠格格》里小燕子的旗头和旗鞋很漂亮，她就用硬纸和田野间的花给自己做个赵氏旗头。忍痛拿出白网鞋，央求爷爷锯个小木块，用钉子钉上。没有外人的时候，赵丽颖就会穿上自己的格格装，拿个手绢，追着爷爷问：“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？”也是爱看电视，赵丽颖从荧屏上看到了越来越多外面的世界。年少不知愁的小姑娘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就在思考未来应该怎么活。在与丁子俊一起参加的访谈节目中，赵丽颖曾说过，小时候自己什么都想干，觉得老天爷只要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还没有迎来机会，赵丽颖就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，而被送进廊坊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，成为中专生。毕业后加入打工队伍。02上天给了机会，我一定抓住。先是给美容院发传单，之后在餐馆做服务员，在销售公司做文员。2016年的一天，文员赵丽颖整理完报表后，挂着 QQ 和朋友聊天。有网页弹出来，那是个类似选秀的节目，网页上还带着报名入口。赵丽颖一看不用花钱跑到别的城市报名，就觉得这也是个机会。上传照片，填写信息，她走上了雅虎搜星，在网络端投票进入前50名。赵丽颖要去参加培训，辞了工作前往北京。她见到了主持人朱丹、李晨，也见到了导演张纪中、冯小刚、陈凯歌。听话又不怕累，不怯场敢唱敢跳。赵丽颖就这样一路走到了冯小刚组的冠军宝座上。之后和范伟搭档，演了冯小刚执导的千万广告贵族片的女主角，抓住了一个网页弹出的机会。大胆子女孩就这样抓住机会，最终签约华谊兄弟。03多年龙套也打不倒我想成功的心。由唐国强、王刚、宁静等人主演的《南越王》是赵丽颖演的第1部古装剧。化身小皇后，她悄悄跟在宁静后面学习仪态。不是科班出身，又是刚进演艺圈子，赵丽颖小心隐藏起自己的不懂，开始在实践中学习。观察是她入行后学会的第一件事。一步步看网上备受好评的片子，
他揣摩剧里演员演戏时的动作表情，甚至说话的语气语速，在剧组研究前辈、同辈们的表演技巧，记在心里。下班后对着镜子苦练，之后一个个剧组求角色，赵丽颖不知道被回绝了多少次。有制片人相当不客气，他上下打量赵丽颖后，直接说：“你这脸不合适，估计这辈子也不会有女主角的命，做点别的去吧。”可赵丽颖不信命，她越挫越勇，在《锁清秋》里演丫鬟，在《苍穹之卯》里演温柔女孩，在《佳期如梦》里是叛逆的爱乐少女。她使上进的赵丽颖最终入了李少红的眼。她在新版《红楼梦》中演了稳重有度的小邢油烟。2011年，琼瑶经典新《还珠格格》来到面前，主演李晟的小燕子和海陆的紫薇均受到网友不同程度的吐槽，只有赵丽颖饰演的晴儿被夸赞是王艳版晴儿的最佳接棒者。2013年，和陈晓、乔任梁、杨蓉、唐艺昕共同主演《陆贞传奇》，从刚刚入宫时的懵懂善良，到成为北齐女相时的隐忍独当一面。陆贞的一生就像赵丽颖入行前后的经历。有个演艺圈的人曾经说过，从她一言不发之闷头努力中，你能看出她赵丽颖对成功的渴望。人生绝大部分的成功都不是平白来的，尤其是一个年轻女孩。可谁曾想，年轻女孩为成功奋力搏斗，会换回一句你想红想疯了吧？04习惯被黑后，我用作品说话。和周冬雨联合主演电影《宫锁沉香》，赵丽颖饰演的反派角色琉璃，让人们看到了可爱圆脸下的狠辣，也让人们对她的演技五体投地。而在《宫锁沉香》之前，杨幂的《宫锁心玉》火遍大江南北。同是清宫剧，剧名还有点像，两人在各自片子里的造型也有些相似。不少人就说赵丽颖长得像杨幂，还找她要杨幂的签名。心直口快的赵丽颖出声怒怼：难道大眼睛书中分拍宫的就是杨幂吗？你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？一句话引起轩然大波，被惹恼了的粉丝大喊赵丽颖蹭热度，之后就黑她到底。零情商没文化都是她的固定标签。用嘴巴把瓶口全部包住的喝法，她被黑不优雅。在节目中吃菜没用公筷，她被黑没素质。因为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她被嘲穷出身。这时候赵丽颖才意识到，可能有的人并不十分能接受自己的直接，于是她有意识地少说话，转变一点说话风格。面对恶言，她再没有过什么回应。我也在一点点长大，别人对我有误解，用语言解释是最无力的。那我就去工作，对得起演员的本分，用作品去说话就好了。2014年，赵丽颖主演的《杉杉来了》首播，有人拿单纯可爱薛杉杉和《追鱼传奇》里的红菱比较，说赵丽颖装嫩扮傻就是有一套。2015年，带着身世曲折的花千骨和大家见面，前半段还有人骂她又是一个傻白甜，后半段她就颠覆了人们的印象，对着深爱的师尊霍建华、小谷那段以神的名义诅咒你，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人。抱着第6届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奖、国剧盛典最具收视号召力演员奖和年度特别贡献人物奖，第28届金鹰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。入行近10年的赵丽颖跻身一流小花行列，搭档林更新、窦骁、邓伦、李沁。赵丽颖是《楚乔传》里豪情万丈的楚乔，和陈伟霆、张艺兴、袁冰妍合作，她又化身老九门里敢爱敢恨的尹新月。在《诛仙青云志》里，她是知味情故，虽死不悔的碧瑶。有人说赵丽颖是一个有很强目的性的人，她认准的目标，拼了命她也会完成。赵丽颖既然说了要用作品说话，她就一定要做到了。2017年，
赵丽颖获得年度最具价值女明星奖。05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这部电影确实让我的生活发生很大的改变，这种改变是我想要的、喜欢的。1978年出生在上海的冯绍峰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大了赵丽颖足足9岁。他有一个网赚十分优越的家世，父母均是商人，身价不菲。2016年11月，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开始拍摄，主演就是赵丽颖与冯绍峰。女儿国国王和东土大唐来的圣僧不止戏里有情，戏外也很甜蜜。当时有记者爆料冯绍峰与赵丽颖动作亲密，疑似恋爱。2017年，赵丽颖和冯绍峰一起骑车合影，网友看到他们一起吃火锅。之后又有记者拍到他们穿情侣装出行。到了2017年9月，正午阳光出品的《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开机拍摄，再次合体出演的两人恋情传闻呼声迭起。2018年10月16日，赵、冯二人毫无预兆地放出结婚照，而5个月后，他们的儿子想出生。这一年，赵丽颖31岁，冯绍峰40岁。孩子出生后，赵丽颖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。2019年9月，她宣布将与王一博搭档出演《有匪》，也是这么快速回归工作，为冯绍峰与赵丽颖之间埋下隐患。孩子还这么小，正是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候，谁来照顾他？赵丽颖和冯绍峰商量，让自己的妈妈来帮忙，但冯绍峰却觉得家里并不缺钱，不需要赵丽颖这么拼命，他完全可以歇一歇，把时间留给儿子和家庭。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莽撞小女生，走到现在炙手可热的大明星，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去拼搏出来的成果，谁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放弃？在一个节目中，金星曾问过杨幂，如果你想给你爸妈买套房子，会和刘恺威商量吗？杨幂的回答是，当然不会，因为我有钱。赵丽颖不想放弃如同因为我有钱这样的底气，她有责任照顾自己的父母长辈，弟弟也在她伸以援手的范围内。如果以后的日子全靠冯绍峰生活，赵丽颖就不会那么有底气的把家人罩在羽翼之下。06我想靠我自己，我不妥协。对于赵丽颖来说，事业不只代表挣得金钱，那是她人生的价值感体现，是她在人前、家庭中获得安全感、挺起腰杆的倚仗，更是她远在老家的父母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甚至弟弟一家的潜在支柱。虽然冯绍峰不愿意，但他拦不住赵丽颖。赵家妈妈来到家里照顾想的生活，从有匪到幸福到万家、理想照耀中国等剧，赵丽颖接戏不停，冯绍峰也没有闲着。检察风云、创业年代在一起，致命愿望他也接连开拍。长时间待在剧组，赵丽颖与冯绍峰自然聚少离多，他们也想要维持自己的婚姻。刚结束一个拍摄任务，赵丽颖就坐上飞机前往厦门，在一旁看着冯绍峰演戏，直到他结束工作，两人才手拉手在厦门街头散步聊天。而探完班的第2天，赵丽颖就赶往了下一个工作场地。还有一次，冯绍峰风风火火地从剧组赶回家，赵丽颖已经出发去了机场，立马追出去。两人在机场简单吃了饭，只说了一会儿话就又分开。2020年，他们在一起团聚的次数一双手数得过来，这样的日子让冯绍峰受不了。那年的春节，他又一次让赵丽颖吸引回家，还是遭到拒绝。在这段感情里，他们都有努力坚持，离婚也并不是他们所愿，但性格不同，生活理念不同的两人在一起，爱情的美好也会慢慢殆尽。最终，2021年4月，他们平静地宣布婚姻。
34岁的赵丽颖带着儿子想离开了冯家。07，我想给家人孩子留时间，尽量不亏欠。做父母的有谁不盼着儿女婚姻幸福，家庭美满？赵家父母对于女儿的婚姻问题没有过什么干涉，但却在女儿最伤心的时候最先站出来默默陪伴。刚离婚的日子里，那个对赵丽颖十分严厉的赵爸爸还曾偷偷在卫生间里抹眼泪，不小心撞见的赵丽颖急忙避开，心里同样酸楚时，等爸爸稳定情绪走出来，他告诉赵丽颖不要太累了，家里人都能照顾好自己。他也告诉赵丽颖不要忘记了，不止你会照顾家人，家人也同样想要照顾你。而赵妈妈这边，她把赵丽颖的大后方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包揽了照顾想的所有工作，还时常带孩子去片场看赵丽颖。她也会在冯绍峰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去和爸爸相处。家人的陪伴和呵护给了赵丽颖太大的温暖和勇气，她也有意放缓了工作强度，不再1年接4、5场戏。对于儿子，她始终觉得有所亏欠。现在的想才3岁，等他长大懂事了，单亲家庭可能也会对他有所伤害。没有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，那他就尽量弥补。儿子说想要风筝，他就买来材料包和儿子一起动手扎个大蝴蝶。有时候他还是会带孩子去探班冯绍峰，让孩子同时感受母亲和父亲的爱。至于6月20日赵丽颖与冯绍峰见面的事，他们之间有个孩子，经常见面也说得过去。或者两人离婚了也没有反目成仇，彼此当作朋友互相吃个饭也没什么问题。现在的赵丽颖比以前更温柔了，她在学着平衡事业与家庭情感。她在35岁的年纪里再次学会长大一点。被人误解，被人欺凌，只是因为你们自己不够强大，没有让人尊重的理由。这是赵丽颖在《楚乔传》里的一句台词，也是她对自己从心的告诫，激励着她不断向前。当你把对成功的渴望融入血脉，就像呼吸一样每日重复进行，成功就会自然而然的到来。赵丽颖渴望成功，她说：“我很庆幸自己的坚强，或者是你们说的固执也好，倔强也好，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性格，才有今天的我，才让你们看到今天我的作品。不管冯、赵复合的几率有多少，相信婚姻的沟坎不能把赵丽颖绊倒。也希望这样体面离婚的2人，都能像赵丽颖新剧《幸福到万家》里的名字一样，过得幸福。”